我每天都喂妻子喝化骨水和麻醉散，但这么做不是害她，而是为了给她报仇。因为我的未婚妻早就死了，躺在床上的其实是杀我未婚妻那人。我叫林月，穿越后我多了一个温柔体贴的未婚妻苏子秋。本以为日子会这么平淡的过下去，直到那一天，镇上来了个世家公子，对方一言不合直接刺死了我未婚妻。对方以为我只是个普通凡人，无法反抗，却不想我其实身怀秘宝。我用秘宝将那人变成我未婚妻的模样，伪装成苏子秋重伤还未死的假象，然后理所当然地照看他，并每天喂他喝化骨水与麻醉散，为的就是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虽然很想直接解决了他，但对方的血脉身份大有来头，后果难以预料。因此看着从昏迷中醒来的他，我只是说道：才8个时辰你就醒了，看来你的耐药性越来越强了，不愧是天下间最尊贵的血脉。你恨我入骨，为什么不杀了我？这样废了我，养着我，甚至变成这副模样又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检查着他的身体，确保其全身骨骼在化骨水的作用下没有恢复后，才笑着说道：看着你现在沦为一副等死的模样，我心里痛快的很，这就是意义。有种就杀了我！我却是捏开他的嘴，又灌了一碗麻药。不过就在此时，只听得当的一声钟声，世间的一切仿佛在这一刻停止。面对这番异样，我心中没有波澜，反而有些暗自期待。虽然穿越后我只是个凡人，但却有了个外挂，而这钟声便是我的特殊能力，又或者叫天赋神通。钟声连续敲了2下，然后一道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在我脑海响起。你知道吗？天地间虽然有种种修行路，但只有7条路最有希望破开所有天关，而7条路中潜力最大的那条，唯有大庸皇族血脉觉醒之后才能修炼。话音落毕，一切恢复正常。我皱了一下眉，心里思量一句：虽然是二想的秘密，但对于我现在的困境根本没什么帮助。每隔1到2天时间，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奇异的声音，然后向我诉说一个我不了解的秘密。从过去1年的规律来看，诉说秘密前的钟声次数越多，秘密也就越高级。1年间，我得到了近200-300个秘密，其中大部分是1响级别，2响只有6次，2次3响，1次4响，1次5响，最高级的一次是8响。1响级别的秘密基本都是我身边普通人的小秘密而已。就比如隔壁王二叔天生没有生育能力，却有3个孩子；醉春楼的小月姑娘在城北老树下埋了150两银子。而从2响开始，基本就是涉及到修行人的秘密了，比如化骨粉的配方，又或是有关先天神通介绍一类的事情。而3响级别已经是平民永远也接触不到的层面。4响级的秘密则让我知晓了大庸皇族的神异之处，而5响级秘密则让我找到了一件连修行人都梦寐以求的珍奇异宝。至于8响，我根本不敢透露丝毫，那是一个足以令天下震动的可怕秘密。到了下午，我曾经拜师学艺道馆中的一个小道士来到我家。林师兄，道馆掌印通知所有弟子申时前赶到道馆，听说好像是边关军中的一位大人物来了清都，似乎在找什么人。我心中一沉，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于是点点头表示我安顿好家眷便过去。小道士闻言问道：苏姑娘最近的病情可有起色？我摇摇头。小道士随即安慰一句：邻居是这般宅心仁厚，想来会有好报的。说完转身离去。我关上门眯了眯眼，哪有什么好报，无非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罢了。说完再次给床上的苏子秋灌了一碗麻药与化骨水，紧接着拿出一根干草，似有若无地卡在门缝中，才上了锁出了门。来到道院，我先是提着一坛酒，找到了一个醉醺醺的酒鬼，这人是道馆的副掌印，人称涂道长，据说没什么本事，靠关系才走到这一步的，而且酗酒成性，在道馆中名声并不好。不过只有我知道此人身上其实还隐藏着另一个身份，而这也是1年来我获得仅有2次3响级秘密中的一个。我一来到涂道长就用力嗅了嗅鼻子，说道：窖藏了7年的竹叶青，小子，你这酒是给我带来的吗？我一笑，当然，我又不喝酒。涂道长大喜夸了我一句，就要接过酒，却不想这时又有一个男子拿着酒说道：我这里也有一坛好酒，涂道长要不要尝尝？我回头看去，却是眉头一皱。这人名叫徐明礼，是清都郡守府上的3公子。此人看似对谁都以礼相待，其实心高气傲，极少与人结交。如今突然来给涂道长送酒，难道也是发现了涂道长身份的秘密了吗？想到这里，就听得徐明礼说道：这坛酒是窖藏了30年的竹叶青，知道涂道长好酒，就带来帮忙品鉴一下了。说着又看了我一眼，问道：你这酒也是竹叶青吧？几年窖藏的？我知道这家伙是把我的酒当陪衬了，毕竟喜欢装这件事要有对比才能体现出差距。我也没在意，只是面上装出惭愧的表情说道：不过7年而已，与公子的自然没得比。徐明礼点点头，将酒递给涂道长，却不想涂道长反而是一挥袖的说道：不必了，竹叶青窖藏30年，早就淡得没酒味了，有什么可喝的？不如喝这7年的新酒。我打了个哈哈，老酒鬼，我看你是山猪吃不了细糠。听此，徐明礼一时间也不知说什么是好，对方都自认山猪了，他能怎么办？因此只能无奈告别。待徐明礼走远后，
涂道长才似笑非笑地看向我，问道：“买这么好的酒，简直是无事献殷勤。所以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吧。”我还是之前那个问题，难道我没有资质就真的没法修炼吗？涂道长叹了口气说道：“没有灵脉，自然是无法修行的。不过也并不是全无办法，只是那些方法对你来说就好像不存在一样。”说着给出2种可能。第一种是获得那些珍贵无比的天才地宝，能够帮助自己开辟灵脉；第二种则是让那些修为通天的高人以逆天之能帮我打通灵脉。听此我沉默下来。修为通天的高人我不指望，不过天才地宝我倒是想过，只可惜近1年来听过的几百个秘密中，没有一个是关于天才地宝的。涂道长安慰我一句，凡夫俗子也挺好。而且有我教你的呼吸法，你也比其他人强多了。我摇摇头，只是问他，可知道今天掌印叫我们这些俗家弟子来是何事？涂道长打量了我一下，才说道：“来的是一位镇守西北边关的大统领。至于对方要找的人……”说到这里，涂道长顿了一下，暗含深意的说道：“就是2个月前我最恨的那个外来权贵公子。”我只是冷哼一声，那西北边关的大人找那公子干什么？莫非是犯了法，打算带他回去不成？涂道长看了我一眼，问道：“难道你不知道吗？”我茫然地说道：“我知道什么？很好，就这样。不管你知道什么，都要记住，此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涂道长又说道：“如今那公子失踪已经有2月之久，此次边关之人来此，不把这清都掘地3尺，怕是不会停下来啊。”这话让我一脸吃惊。那公子失踪了吗？涂道长点点头，只是嘱咐我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此事与你无关即可。听到涂道长3番2次的提到这句话，我皱了下眉头。我说：“你这老酒鬼，不会是怀疑那公子的失踪与我有关吧？那人身边可是有5修强者保护的，我就一草民而已。”涂道长沉默了少许，只是道：“你就当我喝醉了，随便听听即可。”说着便让我离开了。只是看着我的背影，涂道长低语一句：“难道我猜错了吗？”但除了他，还会有谁这么做呢？来到道院内堂，此次被喊来的俗家弟子都已到齐，然后就见得道院掌印带着一身着铠甲之人来到我们面前，同时说道：“这位大人乃是边关军统领大人身边的楚副将，此次从西北雄关而来，是打算调查一些事的，需要我们尽力配合。”说完，楚副将拿出一幅画像，说道：“此人名叫夏烈，2个多月前曾来青都游玩过，而且身边还带着一个5修护卫，你们应该都有印象吧？”所有人听此默不作声，何止是有印象，简直是印象深刻。因为那一段时间，夏烈来过青都道院，而且还十分嚣张地问道院讨要过养生功法。只是夏烈要到功法几天后就离开了，但现在看来好像是失踪了吧？楚副将随即冷声道：“统领大人有令，凡是提供有用线索的人可赏千金，找到夏烈公子下落的人，还可拜统领大人为师，成为亲传弟子。”听此，所有人都是面色动容，这奖励着实是吸引人，尤其是后一条。楚副将接着说道：“自己接下来会问几个问题，有线索的不管是不是确定都可以说出来。”第一个问题，夏烈公子在道院中最后一次出现的那日，也就是6月初5那日，道馆中有谁见过他了？说完，一个高瘦男子向前说道：“那日我曾在风和别院附近的街道上远远见过夏烈，虽未看清正脸，但应该就是夏烈才对。不过奇怪的是，当时夏烈公子身边并没有那名5修护卫。”听此，楚副将皱了皱眉头：“怎么可能？那名5修应该是寸步不离地跟着夏烈公子才对。你能确定那人是夏烈本人吗？而且你当时在那里的理由又是什么？”那人结巴着说道：“我之前见过几次夏烈公子，应该没看错才对。至于理由，当时我是想去风和别院的，但远远见到夏烈后，就再也没敢再去了。”为何不敢去？楚副将冷声道。高瘦男子犹豫了一下，问道：“你要听实话吗？”然后在楚副将冷视的目光中，连忙说道：“那是因为夏烈来青都这几天喜怒无常，甚至随意鞭挞无辜路人，我害怕被打，所以没敢向前。”听此，楚副将一下子沉默了。他还记得第一次带着亲卫军找到这个夏烈公子时，对方还是个柔弱的私塾学生。不过当统领下令，将所有欺辱过夏烈的学生，连同其背后家族的人全都抓起来，一起给夏烈跪下磕头求饶时，他就知道那个懦弱的年轻人恐怕要性情大变了。只是没想到会变成这样。说着，他询问其他人，还有谁能证明夏烈公子的性情确实如此？这时我突然站出身来说道：“我可以证明。”我说道：“那位夏烈公子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喜怒无常那么简单了，而且迁怒无辜的人也不是1次2次，只要派人稍加打探，自然一清二楚。”楚副将沉吟片刻，点点头，问出了第2个问题：“在这道院中，可有谁与夏烈公子有仇怨，又或是发生过冲突？”这话一出，好几个人一起出声，然后说道：“6月初3那日，有人与夏烈公子发生过冲突。”说着看向我，而那人正是林月。楚副将看了我一眼，难怪刚才其他人讳莫如深，不敢出言指责夏烈，只有你站了出来，而且信誓旦旦。
于是又让刚才那人将事情说清楚。那胖子便说道：“那天包含林月在内的俗家弟子都在一起学习养生功，中途一年轻女子来给林月送了点心。但当他们二人在门口就餐时，夏烈公子来了，然后不知何事，夏烈打翻了林月的饭盒，还对那女子动手，更是让护卫制止住林月，然后刺了那女子一剑。”说到这里，楚副将看向我，发现我脸上已是满脸冰冷愤怒，无法言喻。那胖子继续说道：“后来夏烈叫嚣着要挑断林月的手脚筋，但不知为何他突然放弃的离开了，至于为何就不得知了。”此时又有一人说道：“当时我也在场，也有些猜测。当时我看得比较清楚，好像是那午休感觉到了什么危险，连忙放开了林月，然后如临大敌一样，赶忙带着夏烈离开了。”楚副将眯了眯眼，那午休是统领大人的心腹，以保护夏烈为第一要人。如果当时他有这反应，肯定是察觉到了危险。说着，他再次看向我，但是通过呼吸、心跳与气息，他确认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凡人而已。危险并不是来自我，那又来自哪里？楚副将再次将目光放在我身上，问道：“夏烈对你动手的原因是什么？”我深呼一口气，才说道：“为什么我也想知道。我当时只是和子秋在一起吃饭而已，结果那疯子看了我们一眼，就发疯一样冲了过来，紧接着拔出了剑就要杀了子秋，还说什么我无需谢他。大人，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我的声音很平淡，但所有人都能听出我心中那股不甘与怒意。听到那句无需谢他，楚副将则是想起一件事，他还记得将所有欺辱过夏烈的人都抓住后，夏烈曾经提着刀来到一个丫鬟面前，流着泪的质问他是否后悔，然后直接将那女子身边的富家少爷杀掉。想到这里，楚副将有些明白了，这疯子自己的女友跟人跑了，觉得林月的身边的女人也是个嫌贫爱富的人，所以提前帮林月杀了，还不用林月谢吗？想到这里，他叹息了一句：“或许你是无辜的，不过你知道那护卫为什么会突然放开你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只要有几分良知在的人，就不该行为虎作伥之事。所以我最后一句话没有说。所以那护卫死了。楚副将还以为我要说的是，那护卫有些良知，不忍做这些事，他只需要保护夏烈而已，所以假借大敌之意，故意放过了我们。不过为什么后来夏烈与那护卫又失踪了？他深呼一口气，决定还是将这事交给统领大人来做出判断。毕竟无论是他还是其他副将，都不知道这位夏烈公子到底什么来历，只知道统领大人称他为故人之子，但谁都看得出来夏烈的身份没那么简单。楚副将又问我：“你与那个什么子秋什么关系？那女人现在又在哪儿？”我沉默了一下，说道：“她以前是我的邻居，现在是我未过门的妻子。至于卓金苏子秋托夏烈的福，重伤未愈，躺在家中，大人可是要我将其带来审问。”楚副将摇摇头说道：“不必了。只要你能帮助我们找到夏烈，到时候统领大人不仅会有赏赐，也会想办法医治你的妻子的。”我没说什么，只是眼中闪过一丝寒意。再然后我回到了家，发现之前我夹在门缝中的那根干草已经不见了，有人来过了。我装作没看到一样开了锁，走进门，又见到苏子秋依旧昏迷不醒，但通过吕平的被子以及他发炎的伤口上有着一层极淡的药粉，能说明有人掀开了被子，检查过他的伤势，并帮他上了药。想到在我回家前就有人有如此迅速的行动，再联想到楚副将的话，我知道看来是统领那边派人来过了。不过这正是我想要看到的局面，所以出门前我特意再用了一次麻醉散，避免他醒来。这下所有人都会认为你就是苏子秋了。与此同时，另一边楚副将正将自己的调查结果说给统领百里凤至听，但是百里凤至上来就否认了，那护卫是心软了才放开林月的。百里凤至说道：“那护卫是我培养多年的心腹之人，我给的命令是面对夏烈如我亲至，在保证夏烈安全的情况下，绝对听从其一切指令。所以当时如果不是那林月有问题的话，就是那座道院之中潜藏了一位高人，让那护卫感受到了威胁。那位护卫乃是破开五行天关桎梏的午休，十分不凡。这小小的清都郡中，有能让其感受到威胁的存在吗？未尝可知。那林月的卷宗倒是干净，或许真的是个凡人。不过那道院应该与夏烈的失踪有关。因此百里凤至当即决定调集人手，准备对道馆动手。听此，楚副将连忙劝阻：“清都道馆事关道家颜面，是不是唐突了？”却不想百里凤至冷漠道：“与夏烈的安危相比，这都不重要。就是我的统领职位做不了了，也要找到夏烈。最重要的是，如果夏烈因此死了，那才是天大的麻烦。”楚副将没想到夏烈的地位高到这种地步，因此说道：“夏烈已经失踪这么久了，那会不会已经遭遇不测？”百里凤至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夏烈若是死了，必然天下皆知，所以他一定还活着，或许是被人软禁起来了。总之这是隐秘之事，你不要对外透露。而要是找到了夏烈，这小小的边关统领之位又算得了什么？”楚副将一惊，看来夏烈的真实身份比他想象的还要惊人。这时门外有人来报，说清都郡守派人求见，说是有夏烈的重要线索，而来人正是清都郡守的三儿子徐明礼。徐明礼一来见到百里凤至，不像是威严霸气的大统领，更像是有些慵懒的卧榻美人时，
一时间不由多看了几眼，然后就听得百里凤至随意道：“若是言不符实，离开时就留下你的双目吧。”听此，徐明礼如遭雷击，恐惧中也不敢卖关子。最近我父亲得到一个消息，是关于清都道院那位副掌印，也即是涂道长的真实身份的。据我父亲的消息，那涂道长很可能是云州道家圣地神霄派的道家高人，只是不知何故竟被逐出了神霄派，成了神霄弃徒，还来了这清都小城。听到神霄派，百里凤至眉间都似乎蹙了起来，然后问道：“小小的清都郡守，为何知道神霄派的事情？”徐明礼连忙说道：“他家有一远亲10数年前拜入了神霄派，今年此人下山行走，来到他家做客数日，无意间瞧见了道院的涂道长，方才认了出来，并且据说那涂道长在神霄派之时，乃是外封的守山长老。”百里凤至微微颔首道：“还有其他消息吗？”徐明礼有些心慌，颤声道：“没有了。”剩下的他就只知道，那涂道长在道院颇为孤僻，甚少与人交好，只有林月与他关系不错，常常买酒给他。还有林月那个未过门的妻子苏子秋，被夏烈公子刺了一剑之后，林月抱着苏子秋离开，没过多久后，涂道长也不见了，或许是去帮忙了。百里凤至眯着眸子说了句：“来人送客。”徐明礼如获大赦，连忙离开，看来是不用留下自己的眼睛了。楚副将此时也知道，恐怕夏烈的失踪真的与这涂道长有关了，只是他有些担心地说道：“如果是道家圣地的神霄派出身，那此人的道行恐怕十分了得。那我们动手，那岂不是？”百里凤至摇摇头，一个守山长老罢了，就算破开了5行天关的桎梏，顶天也不过是此境巅峰。随即他起身肃然传令道：“所有亲卫整装待发，随他前往道馆拿下这个神霄弃徒。”时间来到第2天，我正在吃饭，就听得有人敲门喊话，听到是昨日见过的楚副将的声音。我眼神微微一变，无声无息地从袖口摸出一颗药丸，咽下肚中的同时向前打开了门，就见得院门外正站着一大队披甲士卒，而前方为首的2人，其中一个是楚副将，另一人则身姿高挑，带着破人的英气和威严，便是传说中镇守西北雄关、统御15万大军的那位大统领百里凤至了。百里凤至扫了我一眼：“林月是吧？涂道长在刑狱里等你，随我来吧。”听此，我不由得一怔，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要知道，涂道长的秘密乃是3响级的，相应的其真正的道行，我猜测也绝非一般修士能对付得了的。但只是过去了一夜，百里凤至居然悄无声息的就抓住了老酒鬼，这太不寻常了。不过只要这些人还没有找到夏烈，一切就还有挽回的机会。思绪只在转瞬之间，我深吸一口气，只是开口问道：“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百里凤至微眯着眸子，我知道他在试探我，因此我低沉道：“我明白了。看来统领大人是为了那位夏烈公子来的吧？”说着，我故意有些绝望的低笑一声，想必是那个叫夏烈的疯子之前被老酒鬼吓跑，现在有了百里统领这座靠山，这是要回来报复，对吧？百里凤至微微蹙眉，我继续说道：“我与统领大人无冤无仇，难道不是大人找到那位夏烈公子之后，他让您来抓捕报复的我吗？”听此，楚副将连忙开口道：“你想多了。我们来并非是夏烈公子的缘故，只是涂道长要求要见你而已。而且我们并未找到夏烈的下落，但涂道长说见了你之后，就会考虑交代他所知道的一切，所以才来找你的。”我心里一动，松了口气的同时，却是豁然脸色发白，随即笑容有些苦涩地说道：“我想知道你们抓涂道长的时候，他有反抗吗？”并未反抗，当场束手。百里凤至淡淡道。听到这话，我尽量让脸色变得愈发苍白，自嘲道：“原来他没有暴露修为，反而是我的愚蠢暴露了他。”百里凤至和楚副将对视一眼，眼神多了几分玩味。看来这个林月不仅什么都不知道，还自以为是因为他刚才的话才暴露了涂道长的真实修为。殊不知郡守府那边早就将涂道长的真实身份告知他了。不过百里凤至也没了再说下去的兴致，当即让我跟他们走。我犹豫了一下，问道：“可否稍微等一下？卓金苏子秋今日还没有喝药，能否喂了药之后再跟几人走？”百里凤至点点头，只是看着我走进屋内。反正隔着墙面也能听到屋内的呼吸声，我自然不可能跑得掉。他们也没有跟着我的意思。而我拿着药碗的同时，将化骨水以及无色无味的麻醉散再次喂给苏子秋后，心中则是思索着接下来的对策。我知道刚才演的那出戏，不出意外应该是骗过百里凤至了。不过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疑点没有洗清。就比如老酒鬼只对我一个人青睐有加，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不过现在他主动束手就擒，还指明要见我，恐怕是想撇清我的嫌疑。我思考着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又或是什么可以利用的地方，直到一碗药汁都喂完了，我才走出了门。结果百里凤至瞥了我一眼，忽然说道：“你妻子被刺了一剑，是伤了肺经和脊骨吧？虽然体堕难治，但热毒对那涂道长来说，只要愿意，应该不难化解吧？”体堕也即是现代的截瘫，热毒即是伤口发炎，单凭寻常的消炎草药也只能缓解，无法像现代的抗生素那样彻底去除炎症。但对于修行人而言，热毒并不是什么无解的难题，所以涂道长没有帮忙化解热毒，这就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疑点。
不过我早已想好对策，脸上露出茫然之色，喃喃道：“可是涂道长明明和我说，这热毒即使是他也不好解，还让我尽早放弃。”我忍不住追问道：“统领大人的意思是，涂道长能帮卓锦解掉那热毒是吗？”百里凤至点点头，他乃是神霄派的道家修行人，当然做得到。不过我听说他与你的关系不错，整个道院他也只青睐你一人，怎会不愿帮你？我闻言像是愣住了一般，半晌后才深吸一口气说道：“还请统领大人带我去见涂老道吧。”于是，一路无言来到了刑狱最深处的牢房门前。然后我就见到涂道长盘坐在地上，体表还缠绕着一圈圈奇异的暗金色细线。我也能猜到这些细线应该是用来压制法力的。来了，涂道长对我露出一丝笑意，但我却是忽然走上前，沉着脸问道：“我平日对涂道长你不薄吧？”涂道长眼神微动，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我深吸一口气，继续问他：“你当初为什么不肯救子秋？也为什么要骗我说你也没办法化解热毒？就因为子秋对你不太尊敬，你就见死不救吗？你知道他这2个月活得有多痛苦吗？”我的质问声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激动。涂道长略显错愕地看着我，好半天才叹了口气说：“原来你都知道了。不过不是苏子秋对我不敬，我才不救的，而是觉得苏子秋过于心机，不适合你，我才不救的。在我看来，苏子秋接近你，只是因为你算是道院的一份子，地位特殊而已。”他声音微冷道：“连那个夏烈都看出来她是这种女人，你居然看不出来吗？”此时涂道长看出来了，看出了我在演戏，因为他曾亲自救过苏子秋，当时也是全力施救奈何回天法术，所以在那一日苏子秋就已经死了。听到涂道长的回应，我也明白涂道长已经知道我在演戏了。毕竟除了我和夏烈之外，涂道长是唯一知道苏子秋在那一日就必然身死的人，但苏子秋却至今都还活着。涂道长早已就此事问过我，只是我不想把涂道长牵扯进来，也不想暴露自己的底牌，并未回答而已。所以昨日得知夏烈失踪之后，涂道长才会怀疑此事是我做的。但我知道涂道长是不可能害我的。听到夏烈这个名字，我当即借机发挥，浑身颤抖地喊道：“你是想说我还不如那个疯子吗？而且就算子秋有心机又怎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涂道长脸色冷了下来，只是说道：“为我好。”我一咬牙，恨声道：“我知道了，是不是你指使夏烈杀苏子秋的？”我就说夏烈怎么会莫名其妙就对子秋出手？一定是你。涂道长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色难看地看着我半晌，才深吸一口气，冷声道：“是我促成的，你想怎么样？”百里凤至微微挑眉，他自然一眼就看出这涂道长只不过是说的气话罢了。果然是你！我嘲弄的冷笑一声，缓缓闭上眼睛，嘴中低语着是我害了子秋，然后却是豁然睁开双眼，默然道：“从今往后你我再无任何关系，送你的那些酒也就当是我喂狗了。”听到这话，涂道长勃然大怒，一掐指诀，眼眸中顿时有雷霆划过，可怕的气息弥漫开来。但与此同时，缠绕在他体表的那一圈圈暗金色细线，在这一刻骤然亮了起来。刹那间，只听涂道长闷哼一声，散发的可怕气息消灭无踪，整个人也颓然倒在了地上。我则是脸色发白，心有余悸地往后退了一步，有些颤抖地指着涂道长说道：“好好好，你还想杀我？当初你连酒都买不起，还是我帮你买的，你现在居然想杀我？”那些垃圾酒我才不在意，当初若非见你与我的身世同样孤苦无依，又动了爱财之心，又岂会在意你？我冰冷地瞥了涂道长一眼，却是转身对百里凤至拱手说道：“看样子我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百里凤至来回打量了我二人一遍，才说道：“让我去偏室等他。”而此时牢房中只剩下百里凤至和涂道长二人。涂道长只是默然坐在桌旁，一言不发，望着桌上空空如也的冰冷茶杯，神色中有着几分萧索，也有着一丝落寞。这一刻，他像是又老了几岁，多了些许木气，仿佛他并不是什么道家高人，只是一个孤苦无依的普通老人。而他的心中则是暗自嘀咕：真应该让那小子好好学学，老道这才叫老戏骨。你搁那又是发癫又是瞪眼的，除了一张脸好看点，演的都什么玩意儿？而这时百里凤至终于开口了：“方才你掐着五雷正法诀，是真的动了杀心，还是想吓吓他？”涂道长苦笑一声：“自然是吓吓那小子。虽然我已非道门中人，但这份心境还是有的。只是没想到他说的话居然这般令人寒心。”百里凤至轻轻颔首，却是狐疑的轻声道：“但我怎么觉得你们在演戏呢？而且那林月不过是一个道院的俗家弟子，方才他也说了并无修行资质，你刚才又为什么说什么爱财之心？”涂道长叹了口气说道：“这话已经没意义了，他已经没有资格做我的传人了。”然后看向百里凤至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关于林月的秘密，但此事日后不能让他知道，而且也不要想着让他修行。”不久后，百里凤至从牢房中走出，他的脸上还残留着一丝震惊，然后直接来到我等候的地方，让我把手伸出来。
紧接着，我只觉得掌心传来一丝痛楚，一道细微的伤口出现在手掌心中。百里凤至随即从中取了一滴血液，然后才看向我问道：“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夏烈失踪的事情是那老道做的吗？”我点点头表示绝对就是这老道所为，所以还请统领大人明鉴，速速处置这老道。百里凤至眉间微蹙问：“你为何这般肯定？”我只知道方才听那老道所言之后，再结合过去的种种线索，我心中已经有了推测。首先，大人可能不知道的是，苏子秋曾担心我被那老道缠上，将来要为那醉鬼养老送终平添负担，所以私下和我谈过一次。但苏子秋也不知那老道乃是隐士高人，竟被其听了去。那老道自然心生厌恶，也曾劝我与他分开。那涂老道的执念就是当一个隐士的凡夫俗子，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享受我的孝顺。但如果他用法术杀死苏子秋，即使悄无声息，我也会怀疑到他头上。但如果是假借他人之手，我就不会怀疑了。就比如借那夏烈之手，二是那夏烈来到道院就是为了寻求养生法，涂老道刚好也懂得几套高明的养生法，因此夏烈才没来几日，就忽然平白无故要杀苏子秋。您说这是不是太巧了？这显然就是那老道的借刀杀人之计，以养生法诱使夏烈杀人，事后再除掉夏烈以及其护卫，自然一干二净，依然能保持平静的生活。而且那老道乃是道门弃徒，恐怕本就身负罪过，其借刀杀人之事一旦被人知晓，想必又是一桩大麻烦。所以那老道必然会杀夏烈和护卫灭口，这就是动机。楚副将在一旁默默听着，一开始他本来还觉得挺有道理，但是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他记得百里凤至说过关于夏烈的秘密，一旦夏烈身死，就必然天下皆知。但现在夏烈明明还没死，所以我这推论岂不是白瞎？只不过在我显然不知道这等机密的一通分析下来，反而把那涂老道目前最有可能的动机也给分析没了，定罪推论却变成证明清白了。百里凤至眸子里也有些莫名其妙。你这般分析臆测，可有实证？我微微一怔说道：“难道大人不觉得这推理很合理吗？大人如果需要证据的话，我们也可以想想办法。”百里凤至突然冷声道：“你是说让本将造伪证？”一下子他只觉得我真是愚不可及。行了，你走吧。我被百里凤至突然的冷声吓了一跳，但还是当即转身离去。只是我的眼底却是泛起了一丝微不可察的笑意。而随着我离开，楚副将忍不住开口问道：“方才林月所言是不是有些道理？”简直是一派胡言。他这番推论完全是建立在涂老道杀人灭口的基础上，但连这个出发点都是错的，又怎么可能是真的？那这林月有没有可能知道，夏烈公子一旦身死，就天下皆知这个秘密？不可能，这件事乃是绝密，如果不是非需要你帮忙查探，我也不会告诉你。就连夏烈他自己都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楚副将恍然，又问道：“那现在该如何是好？”百里凤至神色平淡说道：“等着吧，算算时间，夏烈最多还有1个月就成年了，到时自然知晓。”另一边，我回到家中后，又检查了一下走之前留下的痕迹，发现自从上次楚副将来查验过之后，似乎就没人再来查探苏子秋了。我松了口气，却也不是很在意，只要苏子秋不是清醒状态，即使是最熟悉他的人对他仔细检查，也只会得出一个结论，他就是苏子秋。因此，我现在的嫌疑在百里凤至的眼中应该已经少到可以忽略了。只是从百里凤至的反应中来看，他应该知道夏烈一旦身死必然天下皆知的事情，否则他也不会这么淡定。同时，只要夏烈还活着，百里凤至就不会那么着急。现在又只有老酒鬼这么一个毒婆婆，所以在短时间内他不会对老酒鬼如何。想到这里，我忽然微微皱眉，总觉得有些不对劲。说起来，百里凤至对夏烈虽然上心，但看他的状态似乎也没有紧张焦急。可惜我对百里凤至的了解太少，不然也不会这么被动。我默默地叹了口气，准备添柴烧火做饭，但忽然间一声洪钟大吕般的震响骤然在我脑海中炸响。今天的钟声来了，我暗自期待中就听得钟声连响3次，然后一个人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你知道吗？百里凤至原本有着远大的前途，但他体内另一半不属于人族的血脉，注定了无论是三教还是朝廷各司都容不下他，所以他不敢突破。”只好将希望都寄托在夏烈这位流落民间的皇子身上。话音落毕，周围的一切再次恢复正常，我眼中露出一抹喜色，没想到居然是百里凤至的秘密。百里凤至有一半血脉不属于人族，我微微眯起眼睛，开始琢磨这个秘密之中所包含的信息。这一点今后或许可以用来威胁他，但没有足够的自保能力之前，还是不能透露出去。想想也知道，如果我现在就仗着抓到了百里凤至的小辫子，凑过去来一句：“百里统领，你也不想你不是人的秘密被别人知道吧？”那百里凤至估计反手就一巴掌把我拍死了。所以问题还是夏烈，这个皇子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不能杀也没法送出去。至于刚才秘密中的最后一句，夏烈是流落民间的皇子，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那是一次4响级的秘密，就在苏子秋死后的第3天收到的。你知道吗？夏烈真正的姓氏乃是夏红，是位神皇的亲生骨肉，其母怀胎3年0.6个月方才诞下。作为天下间最高贵的血脉，他一旦死亡，
其血脉神意便会引发大庸境内的天地共鸣，魂魄的怨念更是会循着因果骤刻在致使其死亡之人身上。这就是夏烈身上的秘密，或者说夏红烈。对于大庸皇族夏洪氏，我也有所耳闻。据传，大庸皇帝葬送了混乱的神话时代，最终统一天下，开辟了这座庞大的王朝。然后王朝地位自此之后再无人撼动过。皇族夏洪氏在这片土地的统治力可见一斑。而夏烈作为神皇陛下的亲骨肉，毫无疑问是这天下间最高贵的血脉。这就是我不敢杀他的原因。即使我请别人来杀死夏烈，夏烈憎恨的人依然是我。死后的魂魄怨念还是会骤刻在我身上。更何况夏烈这位神皇子嗣一旦死亡，想必会引来那些传说中的修行高人前来。种种无法想象的神通道法探查之下，我根本跑不掉。想到这里，我不禁感慨，我要是能修行的话就好了，那说不定还能找到些方法翻盘，收到的秘密应该也会变得更有用。因为现在我隐隐察觉到，我这神通似乎还有第二个规律，那就是这先天神通所收获的秘密并不是完全随机的，至少是与我知晓的人或事或地点才有可能收到相关的秘密，而且更容易收到与我有关联的秘密。就比如最近我接触到了百里凤至，所以我就收到了百里凤至的秘密。而我因为一直无法修行，所以也从未收到过关于修行方面的秘密。因为我一窍不通，也就是说，如果是我完全不了解的东西，我就不可能收到相关的秘密。想到这里，我决定最近去道馆专心看书，多了解一些东西，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而这段时间，百里凤至也没有再找过我。现在我也不知屠老道在刑狱里的情况，生活看似平淡无波，但我很清楚，这种平静实则只是风雨欲来前的欲盖弥彰。并且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也难免愈发焦虑。未来看不到前路，犹如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住了未来，终有崩塌之日。转眼间半个月过去了，时间已然来到了9月初。而在9月初2这一日，局势终于出现了变化。这一天，我竟发现苏子秋发烧了。这次突然的发烧让我察觉有些不对劲，因为其不仅发烧的厉害，就连血液也仿佛要沸腾一样。突然，我像是想到了什么，神情一变。据传夏洪氏皇族的血脉一旦觉醒，就有可能觉醒先天神通。这家伙不会是开始血脉觉醒了吧？我眯着眼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大。虽然我很想试试把他的血放干，会不会阻止血脉觉醒，但是为了避免其死亡，现在我更好奇他会觉醒出什么样的天赋神通。因此为了庆祝他血脉觉醒，然后我给他喂了双倍的困魂水以及化骨粉。做完这一切后，我又沉思起来。现在如果苏子秋真的觉醒了某种特殊的先天神通，而且刚好能应对现在的情况，那就麻烦。到时候只有杀了他以及放弃他逃命这两种选择。凭借那次5级秘想获得的异宝，但是逃命的话我倒是很有把握。不过有可能的话，我更想带着屠老道一起逃。而眼下如果再找不到解决办法，局面将一点点变成死局。我回想起看过的书籍，皇族血脉觉醒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血脉越纯时间越久，皇子级别的应该是9天左右，所以9天内是杀是跑必须要做出决定了。接下来我继续涉猎各种书籍，直到数天后一连5声的钟声悄然而至，又一次的无响秘密来了。我还记得上一次无响秘密让我在一处隐藏山洞内的神秘尸骸上得到了一件极其诡异的珍奇异宝，而如今再次听到无响级秘密，我已经开始期待能获得什么东西了。然后熟悉的声音响起：“你知道吗？在你得到异宝众生像的那个山洞里，山洞尽头的石壁其实是一扇密门，而门内是一座洞府。但只有洞府的原主人以9宫8卦的洛书数字，赤手依次拍击石壁的9个方位，才能打开洞府。”我愣在原地，没想到之前去过的山洞中竟还有一座洞府。虽然不知道其中有什么，不过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在其中了。不管如何，我一定要进去才行。不过那座山洞在城外的荒山，想要去我首先要离开清都才行。虽说这段时间百里凤至没有再来找我，也没有派人监视我，但如果我在此时贸然离开清都，还是会引起些许怀疑的。虽然用众生相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此地，但那样苏子秋就将变回夏烈变数太大。但这时我突然想到，再过几日便是这个世界的重阳节了。那日无论是中原还是这2州小城的居民，都有登高祈福拜神祭祖的习俗。那时将会是我出城的好机会。至于打开门的9宫8卦的洛神数字，我倒是知道，唯有必须洞府原主人赤手拍击石壁这点，让我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时间很快来到重阳节那天，我租了一辆破旧马车，载着苏子秋向城外赶去。其中我略施小计，确认身后没有人追踪后，最终带着苏子秋来到了一处天然石林。而这里其实是一处高端的迷阵，但是通过钟声秘密，我已经获取了破解之法，因此很轻松地穿过石林，进而来到靠近山体的一处山洞中。紧接着，我将苏子秋放在一旁，然后看着他说道：“这几个月真是委屈你了，呵呵，变成一个女人的滋味怎么样？”苏子秋口舌僵硬艰涩，困难地开口道：“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嗤笑一声，拿出一柄小刀，轻轻割破了自己食指的指尖，随即将伤口上刚刚沁出来的血珠缓缓抹在了他的额头上。苏子秋微微一怔，只感觉到额头处传来一阵强烈的炙热感，涌向全身各处。
直到那抹鲜血彻底消失后，又见得苏子秋脸上如同蜕皮了一般，出现了一层角质般的面皮。我缓缓将其撕下，刹那间，一张完整的半透明面皮便从他的脸上撕了下来。而此时，苏子秋已然从消瘦的病美人变成了一个脸色苍白、近乎瘦骨嶙峋的年轻男子。再次看到夏烈的容貌，我上去就是一巴掌。之前他一直顶着苏子秋的容貌，我不忍下手，但这下没顾忌了。夏红烈吐出了一口血沫，只是说到要杀要剐都随便你。我嗤笑一声，只是说虽然没什么意义了，但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夏红烈沉默了一下，低沉道：“你想知道什么就问吧。那你就说说为什么那天苏子秋会被杀？”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没有问过，因为我不想在对方还是苏子秋的模样时听到那些残酷的答案。这个世界对他已经足够残酷了，无父无母，从小体弱，没什么朋友，而且本就注定短寿。那天的他难得鼓起勇气来道院给我送饭，他看着我吃饭的样子，似乎比他自己吃了山珍海味还要开心。他只是想尝试一点最简单的幸福而已。但是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就连这么一点最简单的幸福也要被剥夺吗？或许真的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招苦命人。此时我只想在夏红烈是夏红烈的时候，听对方说出最真实的答案。为什么？你这般聪明的人，真的需要这种问题的答案吗？随即夏红烈笑了笑，笑容中透着嘲弄与自我嘲弄，仿佛在回答，又仿佛在重复别人的回答。他没做错什么，只是我看不惯就顺手杀了，就这么简单。夏红烈笑得有些疯，在你面前说出来也没什么可丢脸的。我曾经受尽他人欺辱，也曾有过一个女人一次次安慰我，陪着我，她让我觉得活着还是有意义的，但她还是轻而易举就背叛了我，看着我像条狗一样被人刷。他的自我嘲笑声就像是一条疯癫败犬的狂吠。我淡漠道：“我对你的过往不感兴趣。”夏红烈忍不住剧烈的咳嗽起来，说了一句：“说得好。”所以那天我看到你和苏子秋坐在道院门口恩爱的样子，看着苏子秋的神态，我立刻就想起了那个女人，她过得苦不苦与我何干？所以我就杀了，就这么简单。而且百里凤至告诉我，她是受我母亲的遗命而来，说我是神皇的儿子，我的体内流淌着天下间最尊贵的血脉，没有人可以欺辱我，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沉默了半晌，再次给他灌了一水袋困魂水。夏红烈没想到我居然还不杀他，但他很快就失去了意识。我则是叹息一声，看向此地。虽说那次无想及秘密里说过这幻阵结界可以隔绝气息，天下间能够看破这结界的修行人不超过100人，但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挡不住皇子生死所引发的异象。一旦生死血脉神异，就能引起整个大雍境内的天地共鸣，而且魂魄的怨念还会骤刻在我身上，那样就麻烦了。现在就看这洞府到底能给我带来多大帮助了。我深吸一口气，走向洞窟深处，在这里正躺着2具尸骸，一左一右，彼此面对而坐。上次太过昏暗，我也没有仔细看。此时细细观察之后，发现左边的这具尸骸身穿绣着金丝云纹的白袍，浑身只剩下枯骨架子，但从骨盆偏大以及骨架偏纤细的状况来看，或许其生前是一名女子。这具女性尸骨面前还有一柄锈迹斑斑的铁剑，剑刃贯穿了对面那具尸骸的胸口，将其钉在墙壁上，像是最后一剑，与对方在此同归于尽。而坐在他对面的那具尸骸看上去就极为诡异恐怖了，虽然不是骷髅，但全身似乎失去了血肉，只剩下一层表皮，勉强能认出是男性。而我拿出之前从夏红烈脸上脱落的面皮，说道：“我不认识你，但无论如何是你遗留的宝物救了我，若有机会，我再来葬你。”第一次来这洞窟时，我就是从这具尸骸的面容上发现了这张已经脱落的奇异面皮，并且滴血认种，才得到了这件异宝。它的名字叫做众生相。这张诡异的面皮，火烧不坏水，浸不烂刀剑，亦不可杀。而它最奇异的能力，就是让一个人完美伪装成另一个人。只要能够获取对方身躯的一小部分，譬如血液、头发等等，这件异宝众生香即可分解辨析之。在戴上众生香之后，即可完美伪装，无论是容貌、皮肉、骨骼、形状、生命气息，都完全一致。这就是众生相的妙用。一张无端人面皮，竟是世间众生相。紧接着我低语一句：“二位得罪了。”然后准备抬腿从2人尸体上跨过去，却不想一声清越的细微冥响，我胫剑的靴子前端仿佛被什么锋利物品斩断一样。我心中一寒，立刻下意识收回了那只脚，然后将目光看向了那女子伸出的那柄生锈铁剑。难道是这柄剑自带的剑气或是剑意吗？之前我来这座洞窟时，并没有想到这洞窟尽头的是密门，所以也未曾试图从这2具尸骸上跨过去。但现在看来，这似乎触犯了某种禁忌。不过这剑现在是不允许我过去，还是不允许我跨过去？我知道有些宝剑是有气灵之说的，因此说道：“你能说话吗？可以让我过去吗？能听懂的话你震一下，不能的话你震2下。”结果这剑一动不动，看来是没有产生灵智。我想了想，从外面拿了一根树枝，然后回到山洞，将树枝从剑上方递过去。结果细微冥想中，树枝末端再次无声无息地断裂开来。我微微皱眉，
看来这剑是不分任何事物的不让过了。如果不及时找到破局之法，夏红烈不久后就会彻底血脉觉醒了，到时候就来不及了。我焦急中观察着四周，同时也观察着这具女性枯骨，希望能够找到一点灵感。突然，我注意到这具女性枯骨的右肋处有一处破洞，透过破洞隐隐可以看到其左边第4根肋骨处似乎断裂了一截，而且其身下刚好有那一块缺失的断骨。我心中一喜，当即用树枝的末端慢慢将这断骨给拨了过来。紧接着，我掏出一宝众生相，再滴出一滴鲜血滴在那断骨上，同时立刻拿起众生相，将这一小节断骨给包了起来。然后就见得众生相如同活物一样，竟是在消化着断骨一般。见此，我知道成功了。只要能够获取对方身躯的一小部分，譬如血液、头发等等，这件异宝众生相即可分解辨析之。看来骨头也行，而再戴上它即可完美伪装。我将其戴在脸上，便觉得一股汹涌而炽烈的热流不断涌入我的体内各处。等我重新清醒时，我看向自己的手掌，只觉得白皙如玉，而且皮肤很好。我知道我此时应该是变成一个大美女了，因此一笑再次来到那柄生锈铁剑附近。而此时只听得一声清越的剑鸣响起，比之前的声音都要大很多，甚至有一种欢呼雀跃般的情绪从那剑身上发出。这是法宝拥有灵性可食主人，而且理论上自然也不会攻击自己的主人。但我还是先拿起树枝，小心翼翼地试探了一下。这次树枝完好无损，不过以防万一我没有拿起那剑，而是直接跨了过去。见到过程顺利，我松了口气，然后来到尽头，只见的是一面光滑的墙壁。开门需要按照9宫8卦的洛书数字，由洞府原主人依次拍击石壁的9个方位。我想了想，没看出哪里有9宫格，于是拿出夜明珠，准备将整片石壁自己分成9块9宫格试一试。结果刚拿出夜明珠，我就见得石壁上竟然出现了一道道微弱光芒形成的纵横线条，但是拿开夜明珠，那线条又消失了。我瞬间反应过来，原来是荧光物质。我一笑，大多数荧光物质都是需要吸收光线之后才能发亮的。我用夜明珠照射，同时画出隐藏的虚线后，接下来是原主人按照9宫数字拍击了。只是当我伸手向前，这面石壁却是毫无动静。我皱起眉头，又试了一次，还是如此。我立即明白，看来洞府的原主人并不是这位美人。我思忖了一下，转头看向身后不远处的那一具男性骷髅，然后小心地取了一点他破碎的表皮，紧接着再次用众生香解析并戴在脸上。一瞬间，热流再次奔涌全身，但这次我不仅肤色不同，而且额头上还出现了第3只眼。我意外了一阵子，然后重新来到石壁面前，而这一次只听得金铁交击般的异响，果真有一扇门打开了。我深吸一口气，按耐住心中的激动和欣喜，先是往里面打量了一眼。这石室里面很简单，只有一座石雕，雕像前还有一个破旧的玄青色蒲团，此外就是一张石桌，上面摆放着一只比巴掌略大的木匣，以及一盏血红色莲花般的灯盏，正燃烧着一缕幽幽的暗色红焰。我先将树枝扔了进去试探，但诡异的是没有任何动静，连刚才树枝落地的声音都没有听到一丝一毫。看来这间石室内可能也设有类似阵法结界的存在，不过确定没什么异常后，我还是走了进去。当我踏入石室内的同时，石桌上的那盏血色莲花般的灯盏中，那悠悠燃烧的暗色红焰随之波动了一下。我先是看向了石桌上的2件物品，最终在灯盏与木盒之间迟疑了片刻后，我还是先拿起了石桌上的那只木盒。木盒中有一封信笺与一块完美无瑕的白色玉佩，以及一只约莫10指长、2指粗近乎无色透明的琉璃匣子，其内部有一半都盛装着泛着点点金色的殷红血液。我打开那装着血液的琉璃匣子，立刻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缭绕在鼻尖，不敢多闻，重新闭上了琉璃匣后，我才拿起搁置在木匣底部的那封信笺。信笺上写着无图起。我略作迟疑，还是打开了这封信。信的内容是见字如晤，展信书言。徒儿，倘若你还愿意回来的话，看到这封信时应该知晓你师父我已然身死，开心否？正好你也无需再纠结恩怨孰轻孰重这种无聊之事了。师父给你留下了一样宝物，或许对你有些作用。这块玉佩乃是万灵炼血玉，你只需滴血认主即可知晓其中讯息，而琉璃匣之中装着的是火凤之血及其魂魄。待你了解万灵炼血玉之后，自然明白其作用。当年是师父对不起你，断了你的道。你若是还有求索大道之心，可夺舍或是转世之后，借此宝物让你的道途更加坦荡。若是不愿赠予你看好的后辈亦可，无论为师是生是死，你都无需在意。师父这一生都孤僻惯了，常年与蒲团莲灯为伴。你若是对他们有兴趣，那便带走吧。虽说血莲灯乃是魔道宝物，你不喜欢，但毕竟师父亲手炼制的结界之宝，只需以鲜血为灯油，胜在节省法力。你若不愿意用它，便留于此处吧。信笺的结尾是无道绝笔。看完，我将目光盯在石桌上的那盏血莲灯，原来是结界之宝，难怪之前扔入树枝一点动静没有了。至于那琉璃匣子之中所装的火凤之血，或许是世间难寻的宝物，但对我现在的状况似乎都没什么用处。
只剩下这万灵炼血玉了。我深吸一口气，放下信笺，拿起桌上的那枚无瑕玉佩万灵炼血玉，然后再次将一滴鲜血抹在了这块玉佩上。随即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忽然在我的脑海中响起：好运的小辈，不知你是我魔道中人，还是三教中人，亦或是可恨的夏红氏之人。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了，毕竟莲无自身亦要成为其中之一了。呵呵，还真是既可悲又可笑。这2块玉佩乃是吾临死前以己身所炼，最适合需要转世和夺舍之人。但凡是未破天关者，即可借此玉炼化世间万灵，将其血脉连同魂魄都化为己有。当然，要想催动此玉，还需要一部简单的血祭，要么9位破开5行天关的修行人奉献1半精血，要么1位破开4象天关的修行人献出1半精血，将玉佩彻底化为鲜血之色，即可催动行炼化之能。但此法有违天和，唯有一次机会，需好好把握。这世间万灵以神兽血脉最佳，你若是灵脉全通者，最易攻城。炼化世间万灵，血脉魂魄都化为己有吗？我不由得一怔，然后又听那低沉的声音忽然轻笑一声。当然，这天地间最好的选择其实是神皇那老东西的血脉，尤其是血脉最纯正的皇子。可惜他乃是夏红氏血脉的源头，即使是无一不敢打皇子的主意，否则必遭神皇降下劫难，严禁于此。至此，那低沉的声音便逐渐消散无影了。幽静光亮的石室内，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怔怔地望着手中的万灵炼血玉，指尖微微颤抖。有希望了，我喃喃一声，手中紧紧攥着这枚玉佩，仿佛抓住了未来。3个月了，从我知晓夏红烈真实身份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明白自己已然陷入了绝境。我一个凡夫俗子，微末草芥之身，却惹上了天下间最尊贵的神皇子嗣，而且还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若非有先天神通的一线希望，恐怕我早就心态崩溃了。但现在不同了，终于有生路了。一个不知名的大能为其徒儿准备的补偿大礼包，结果现在便宜了我。我看着手中的万灵炼血玉，连着深呼吸数次，强行压住了内心的激动。现在还没到放松的时候，要好好想想该怎么利用它才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再次打开那封书信看了看，在书信的末尾处找到了落款时间，地旬11年冬。这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女子这么长时间都没来吗？我看着这间洞府，不禁若有所思。随即我看向手中的火凤之血和魂魄，倘若我能凑齐第一步血祭的条件，再借助这火凤之血和魂魄，应该就能将火凤的血脉神意都化为己有。想来修行之路一定会极为宽阔平坦，可惜对于我而言，这个选项就等于不存在。若是不解决了下列，就算能炼化火凤血脉，面对高高在上的夏红氏，只怕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我唯一的选择就是炼化下列的血脉和魂魄。这万灵炼血玉的创造者既然敢称呼神皇为老东西，而且提出了神皇血脉才是最好的选择，仅仅只是畏惧于神皇降下的劫难才没有那么错。如此想来，恐怕皇子身死引发的天地共鸣，以及魂魄怨念的咒刻等问题，这万灵炼血玉也是可以解决的。催动万灵炼血玉，首先要经过血祭，也就是把玉佩泡在血里。不过无论是9位破开5行天关，又或者1位破开4象天关的修士精血，都不是我现在能得到的。我微微皱眉，随即瞥了一眼摆在石桌上的琉璃匣子，这琉璃匣内装着的是火凤之血以及其魂魄，反正我也不会用来炼化融合，或许可以用来血祭。就是不清楚这火凤之血到底算不算修行人的精血，也不知道这火凤生前的境界如何，但总归要试试看。我首先拿出准备好的葫芦水瓢放在地面上之后，将万灵炼血玉放入其中，然后打开琉璃匣子，将一缕细细的火凤之血缓缓倒在玉佩上，但并没有任何反应。我有些无奈，按照那低沉声音所说，玉佩彻底化为鲜血之色，就代表血祭完成。可玉佩在火凤之血中泡着，却是完全没有变色。我思量着，又收回了火凤之血，重新思考该怎么办。现在看来，最大的难关是这第一步的血祭。打破5行天关的人，现在对我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大人物，更不用说找到9位还要齐精血了。至于4象天关的强者，我却是想到了百里凤至，关于他的秘密乃是3象境。如此推测下来，他很有可能就是打破4象天关的强者。而如果用百里凤至的秘密威胁他交出1半精血，但这个念头刚一闪过，我就立刻放弃了这个作死的想法。恐怕到时候他一巴掌就能把我拍成渣了。不过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奇异的想法，琢磨了一下细节，我觉得有希望，于是打算先回京都。只是等我再次回到家时，竟发现百里凤至的亲卫军早就列阵等待我了。我心中思绪翻涌，思量是不是百里凤至发现了什么，但很快便归于平静。结果就听得楚副将上前说道：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奉统领大人之命前来和你说一声，如果本月之内再找不到下列公子，统领大人就打算对涂道长下重手了。统领大人还道，倘若你还想再见那老道一面，今日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一愣，说我安顿好苏子秋便去。然后这次自然也是演戏，不过演戏中我侧面提醒涂老道，苏子秋的生死就在这1、2天了，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要出手。涂老道自然听出了我的意思，只是我离开后，他不禁低语一句：“洛儿，爹对不起你，但爹立了誓，这一生都不会再用神霄道法。本想着这辈子就当一个凡夫俗子，也想让月儿远离争端，但现在……”他如鲠在喉，只是道了一句：“月儿，你不能出事。”我离开后，楚副将询问百里凤至是否还觉得我有问题。他总觉得或许我就是一个可怜的普通人罢了。但是百里凤至摇摇头，表示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不过这也只是自己的一点灵觉罢了。而且算算时间，距离夏烈成年也没剩多久了。现在只要等待即可。回到家中，我继续思量我脑海中的那个计划。如果成功，等待我的将是新生。但就在这时，一声洪钟大吕般的震响骤然在我脑海中炸响，钟声连响2次，便听得一个声音说道：“你知道吗？先天神通的觉醒，并非完全是未知的天赐之能，而是与一个人的魂魄、血脉、根源、天赋等等息息相关。如夏烈，他血脉的根源便是生机，所以他的先天神通一旦觉醒，就必然与生命恢复有关。”我一愣，默默地消化着这个2响级秘密，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心中对于接下来的计划也多了些把握。然后时间来到9月初10的这一晚，今天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夜。然后只听得轰隆隆的巨响，京都上方的夜空之中突兀地炸开了一阵巨大的火焰。只见天穹之上陡然出现了一道道囚笼般的电光，如长桥般通往天边。有不知多少人在这一刻仰头望着夜空，被震撼得无以复加。然后说道：“雷霆相伴，虹桥漫天，更有光将散落人间。我曾经在道书上看到过这一幕的描述，这是夏红氏血脉觉醒的异象。如此宏大的光景，肯定不只是寻常的夏红氏权贵子弟。”此时百里凤至凭栏站在城主府最高的观星楼上，眯起眼睛搜寻着异象光景的气息源头。忽然间，他的美眸瞬间冰冷，因为他竟感应到异变的源头就在那林月的家中。一瞬间，上千名禁卫军完全调动起来，直到将一座民居团团围住。此时呢，院门已经完全打开，甚至可以清楚看到院内那座屋子的门扉，但依然没有人踏入其中一步。百里凤至此时正站在一片空地上，望着不远处的那座小宅院，眸中满是凝重之色。这时，楚副将从远处的街巷间出现，百里凤至询问：“准备的怎么样了？”楚副将表示：“已经就绪了。林月这座宅院已被重重包围，军阵结界也已布好，可要主动进攻。”但百里凤至摇摇头说道：“此时夏烈的夏红氏血脉正在觉醒，而对方这几个月来也一直都没有杀夏烈，或许另有内情。总之，我们未必没有谈判的机会，贸然闯入反而不妥。”楚副将点头，却是望着那座宅院内的屋子，有些不敢相信地开口道：“统领大人，在属下的感知之下，好像并未发现那座宅院之中有人，这是怎么回事？”百里凤至双眸平静无波，表示：“不必惊慌，我同样如此，想必是有结界，而且品级不低。”这也是他不敢贸然动手的原因。不过据探子所说，在异象开始之前，林月的家中始终就只有他和苏子秋2人。但在异象开始的那一刻，那位擅长探查听声的探子就什么都察觉不到了。楚副将又忍不住问道：“夏烈公子怎么会出现在那林月的家中？”只能说这林月是骗了我们了。不过我检验过林月的鲜血，他确实是凡人无疑。他可能还与狱中那老道演了什么戏，又或者是用了什么奇诡手段，解决了之前夏烈身边的护卫，并抓住了夏烈。但话还没说完，京都上空的滚滚雷鸣停歇了，仅剩下似有若无的少许电光。百里凤至知道这是夏烈的血脉觉醒，马上要结束了。他深吸一口气，当即抬起一只手，冷声道：“众将士听令！”与此同时，宅院小屋内，血红色的血莲灯正悠悠地燃烧着一缕暗红色的火焰，灯火的幽光笼罩之处，有着一种诡异的静谧，恍若与世隔绝。我手中把玩着众生像，则是静静地坐在床旁，床上是已然恢复原本模样的夏红烈。此时他虽然依然是病弱不堪的样子，但浑身上下却是在不断融合着一道道奇异的光芒，并且随着不断融合，夏红烈原本虚弱的脸色竟逐渐变得越来越红润健康。我面无表情地坐在一旁，就看着夏红烈就这样一点点的恢复，丝毫没有动手的意思。旁边的桌上摆放着那块万灵炼血玉，以及装着火凤之血的琉璃匣子。这块万灵炼血玉虽然能够炼化夏烈的血脉和魂魄，但需要血祭后才能催动。现在我既没有4项天关的修行人，又或是9位5行天关的修行人精血，自然无法血祭。眼看着夏红烈体表的异象开始逐渐消失，我又看了一眼摆在桌上的这盏血莲灯。这血莲灯乃是结界之宝，只需要以鲜血作为灯油便可使用。我试验过用自己的鲜血作为灯油，但很快就会消耗光，所以我用的是火凤之血作为灯油。思量着时间差不多了，
我拿起血莲灯，缓缓转动着灯盏上的莲花，准备调整血莲灯结界的范围。但就在这时，夏红烈的气息也骤然一涨。这就是我的先天神通吗？林月，我不怕你了。这次你死定了！我一笑，什么也没说，只是单手一拽，房梁上挂着夜明珠的麻绳陡然紧绷，自细处悄然断裂。然后一瞬间，房间陷入黑暗。而此时，宅院外众多披甲士卒神色凛然，严阵以待。但下一秒，不可能！你明明答应过我的！一声凄厉而绝望的声音忽然从宅院的屋内传来，在夜空中飘荡，顿时让所有人一怔。百里凤至和楚副将更是微微一怔，他们瞬间就分辨出来了，这分明是林月的声音。下一刻，只见宅院内那座屋舍的木门陡然一震，在百里凤至等人的目光注视之下，一只满是鲜血的手掌从昏暗的屋内伸了出来，抓在了下方的门槛。然后又听得一声下列你出尔反尔的惨叫声，百里凤至等人就看到满脸是血的林月趴在地上，双手颤抖着抓住门槛，仿佛溺水者抓住的稻草一般，试图从屋内爬出来，双眼则是死死地盯着宅院外的百里凤至等人，眼神中满是对生的渴求。但不等他发出任何声音，就被一双同样沾满鲜血的手掌抓住了脚腕，重新拖回了屋内。周围一切一时间都安静下来，夜色陷入了诡异的沉寂。楚副将怔了一下，喃喃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林月是怎么回事？”百里凤至微微蹙眉，被拖回结界了，看起来像是夏烈干的。然后二人犹豫间又过了半晌，只见一个浑身都沾着鲜血的年轻男子摇摇晃晃地从屋内走了出来，赫然是夏烈。夏烈走到了院门前，抬起一只手，有气无力地朝着百里凤至招了招，开口道：“百里统领，你到院门前来。”百里凤至再三确认这人生机气息的确是夏烈后，没有迟疑，便朝着院门口走了过去。每个人的生机气息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也有可能是伪装的，但那要么是一些奇异的神通，要么就是一些极其珍贵的宝物，所以他还需要再看看才能确定。百里凤至走近后，便单膝跪了下来，恭敬道：“还请世子殿下恕罪，王爷托我照看您，末将却未能尽责，以至于今日才找到您的下落，还请您处罚。”百里凤至，你在说什么屁话？是心疯了不成？什么王爷世子的？你在试探我？你居然不信我？百里凤至闻言却是略微松了口气，除了他之外，这世上也就只有夏烈知晓自己乃是皇子。而此时在场的其他人，哪怕看到了方才血脉觉醒的异象光景，短时间内也无法确定是皇子还是皇子的子嗣，所以他才如此试探。如果对方是伪装的，并不知晓夏烈是皇子这个秘密的话，见到他上来就如此恭敬的跪下，说不定就信以为真了。抱歉，在下也只是担心贼人冒充于公子才这般试探的，请恕罪。请恕罪？恕什么罪？只听啪的一声，在静谧的夜色回荡开来，周围的禁卫军将士们顿时眼神一变，但百里凤至的眼神没有丝毫变化，只是抬头轻声道：“公子还请小心您的手。”夏烈则是指着他的脸：“你可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你居然这么久才找到我，现在还敢这般对我？”百里凤至再次道歉，心中却是松了口气。夏烈此时的表现还和以前一样，稍微受到刺激就炸了，甚至比以前更加的敏感易怒。但他从气脉也能感应出来，此时夏烈的手掌因为刚才的一巴掌明显有点气血淤堵，也符合夏烈此时还是凡俗之身的特点，所以这又让他又信了3分。然后就听得夏烈说道：“我可以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首先是先布置出一道隔音结界来。”百里凤至点点头，取出一道隔音符。夏烈脸色低沉着脸继续道：“此外，接下来你配合我演一出戏。”夏烈眼神有些阴郁，经过这次的事，我越发觉得自己需要一层身份掩护，不能就这样以皇子夏烈的身份去地红城，不然就会下次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而我需要你帮我伪造一个新的身份出来，让别人认为我不是皇子，真正的皇子另有其人。百里凤至微微皱眉，夏烈继续低沉道：“反正知晓我皇子身份的人寥寥无几，只要有个人出来顶替，一旦大家都认为那人是皇子，那我隐藏起来自然会更加安全。”不过百里凤至蹙眉看着夏烈说道：“之前我来青都寻找你的动作，恐怕已经让青都不少人怀疑你就是此次觉醒的夏红氏之人，这已经很难扭转了吧？”夏烈却是说了一句：“愚蠢，这事情很简单，就借我被林月囚禁此事，将计就计即可。我3个月前在这青都也算是出名了，只是那日不慎重了。林月那贱民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一种奇药，身边的护卫被杀，自己也被关在地下室中。地下室中同时被一个莲花一样的灯台设下结界封住气息，要不是林月想要折磨自己，自己早死了。”百里凤至面上认同，却是立刻借机试探，询问那种奇药是何种奇药。夏烈哼了一声，那药无色无味，就像是水一样，每次只要喝一口就会沉睡不知多久。而且那贱民还给我喂了一种让我浑身无力的奇药，害得我始终无法反抗，直到如今血脉觉醒，才总算找到机会反制他。
百里凤至思量着，应该是困魂水与化骨粉，然后结合夏烈所说细节对照下来，确实脉络清楚，合情合理。他心中又信了一分。夏烈眉头一皱，冷声道：“我和你说这些，是让你借助此事假装我失踪这3个月，乃是你所设的一个局。”百里凤至忽然有些明白了。夏烈继续说道：“过段时间你就可以找机会对外宣称，此次我夏烈悄无声息地失踪了3个月，并不是真的失踪，而是你故意伪造出他失踪的假象。包括这次你兴师动众的来青都寻找，这一切行为只是为了引导他人把夏烈当成皇子，以此掩藏保护真正的皇子。如此一来，只要再推出来一个合适的人当皇子，世人就会认为我是假皇子，我没了皇子身份，自然也就安全了。”百里凤至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虽然心中还有怀疑，但他仔细一想，也发现这个方法确实可行。不过他又问道：“夏烈打算让谁来顶替他的皇子身份呢？”夏烈瞥了他一眼，面无表情地说道：“最好的选择当然是那林月，正好他亦是孤儿，又是草芥之身，更易伪造。”百里凤至仿佛没听懂一样，询问为何要这样。方才我在屋内血脉觉醒之后，借助神通恢复体力，当场将林月击杀，在场之人也都看到了。到时候只要林月再次出现，死人又不可能复活，世人自然会相信林月就是此局的关键。为了将他隐藏起来，才会让他假死。届时再公布他就是真正的皇子，别人自然会信。不过百里凤至不由得疑惑道：“夏烈已经杀了林月，他还怎么出现？”夏烈却是嘴角缓缓上扬：“我血脉觉醒后，随之而生的先天神通可以完美伪装成他人，自然能做到这一点。到时候只要我伪装成林月出面，有夏红氏血脉为证，也可以坐实林月的皇子身份。而今后只要我解除神通，林月这个皇子就会消失不见，这才叫完美隐藏。”紧接着夏烈看向百里凤至说道：“对了，你不是怀疑我是真是假吗？稍后我变成那林月之后，将他提出来给你瞧瞧便是。”百里凤至听到先天神通已经恍然，只是说过不了多久，就会有皇族派来的巡天使接他去地红城，到时候巡天使也会检验夏烈的血脉真伪，他可以在那时宣称夏烈只是用来伪装的假皇子。那时夏烈再变成林月，让巡天使确认血脉之后，也会更容易让人确信。百里凤至说这话除了献计之外，也是在试探夏烈。倘若是假身份，一旦巡天使来了，那就必然会暴露，此时岂能不慌？但夏烈淡淡点头，只是说了句我知道了，同时瞥了他一眼，说道：“你又在试探我。”百里凤至神色不变地说道：“自己只是献计罢了。”夏烈冷笑一声，却是忽然寒声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的先天神通要变化成别人，就需要借助一些精血，所以你立刻交出1半精血给我，本宫就当你将功赎罪了。”什么？听此，百里凤至脸色一变。夏烈看着百里凤至，眼神中略显嘲弄：“没听懂吗？你不是要将功赎罪吗？本宫给你机会了，只要交出1半精血，我便既往不咎，可够宽仁。”百里凤至深吸一口气，缓缓道：“刚才不是说只要在下配合公子伪造新的身份，不就算是将功赎罪了吗？”这世上有些先天神通确实是需要种种条件才能发动，但也不至于索要他这个打破4项天关的午休强者足1半精血吧。他算是看出来了，夏烈索要他1半精血的行为，多少是有怨气在其中的。毕竟被囚禁了3个月脱困之后，还要被质疑，以夏烈那既敏感又自卑的内心，有这种怨气倒也正常。夏烈嗤笑一声：“当然，百里统领也可以拒绝，我也不会强求。正好你也在质疑我，那就当假的来吧。”百里凤至再次深吸一口气，单膝跪了下来：“在下并无质疑之意，只是担心公子的安危，还请您明鉴。”其实他此时已经信了大半，但哪怕他真的确认夏烈是真的夏烈，也不会愿意献出1半精血的。对于修行而言，炼化天地精华于己身，精血的重要不言而喻。他也知道夏烈在激他，但这态度似乎真的不怎么在意他是否留下效忠。他自认伪装得很好，外人也看不出来他必须跟随夏烈的决心，毕竟这事关他最大的秘密。为了防止被夏烈随意摆布，他自然也是半分都没有透露。也因此，现在夏烈这态度真是出乎他的意料。夏烈则是拿着剩余1半的隔音符，来到了院内房门的门口，做了个请的姿势，同时说道：“既然百里统领怀疑我，那现在百里统领就可以进去看看，真正的夏烈是不是在屋子里了。”百里凤至缓缓咬紧银牙，他看得出来，这位内心敏感又自卑的夏红烈殿下，只怕是已经动了真火了。尽管他内心仍然尚有存疑，但此时也是感觉双腿如灌了铅板，半步都迈不出去了。然后再次说道：“末将知罪，还请您宽恕，但末将可以发誓，绝无害您之心。”夏烈在心中暗松了口气，脸色依然平静地说道：“我不喜欢口头道歉。”百里凤至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于是从腰后取出了一个水囊，将其中的酒液迅速倒掉之后，便拿出一把匕首，在自己右手的掌心一划，然后汇集血液倒入了其中。我看着这些鲜血，每一滴都缭绕着似有若无的炽烈白光，总感觉在哪里见过这种鲜血。直到百里凤至那双丹凤眸已然变得暗淡许多，
在无之前神采光亮后，他停下，然后抬手道：“这便是自己的一半精血了。”夏烈没接，只是面无表情地问：“真的是一半吗？”但其实我昨日特意查阅了关于精血的典籍，自然知晓他确实付出了一半精血。百里凤至深吸一口气，表示自己可以用性命发誓。听此，夏烈这才收下，随即露出一抹笑容，关切地说道：“百里统领，快去旁边休息吧，你可是我的爱将，莫要累着了。待本宫成功之后便出来，在这期间就麻烦百里统领替我护法了，切记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本宫。”百里凤至点点头，然后身形笔直挺拔地站在院门口。只是此时他依旧默默地看着那屋舍的门口，心中思绪复杂。其实他依然没有彻底相信这位夏烈殿下，甚至还有少许质疑。但此事关系到他的未来，他已经不敢赌了。而且倘若夏烈真的被杀，作为皇子之死，必会引动整个大雍境内的天地共鸣，凶手根本逃不掉。此外，皇族的巡天使不久也将前来，若是这都敢伪装皇子，简直是自寻死路。昏暗的屋内，夏烈缓步走到了床前，将床上的棉被一把揭开，借着血莲灯的烛火光芒，可以看到床上正躺着一个年轻男子。更令人震惊的是，床上那人赫然也是夏烈，而这个夏烈此时双手双脚都被绑住，口中塞着一团麻醉散，唇边更是残留着不少化骨粉。站在床前的夏烈看着床上的夏烈，忽然发出一声嘲弄的低笑：“夏红烈殿下刚才真是吓人了，他离你只有几步之遥，要是他敢进来的话，我就只能险中求生了。还好我赌赢了。”说着，一张半透明的人面皮缓缓从脸上揭了下来，显露出一张年轻而俊秀的熟悉面容，自然是林月。我打量着夏烈，淡淡道：“幸好我做了充足准备，让你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否则你觉醒天赋神通后，说不定我真要被反杀呢。”然后随手将众生像按在了夏红烈沾着鲜血的脸上，随着意念一动，夏红烈的眼神中满是畏惧，然后不一会儿又完全变化成了林月的模样。最初挣扎着想要爬出屋子的林月，也是我用众生像将夏红烈变化而成的。至于夏烈你出尔反尔等几句像模像样的惨叫，则是我在屋内亲自配音的。配音的时候，夏烈还没爬出屋子，处于视线死角。将伪装的林月拖回屋内结界之后，我便解除了其身上的众生像，迅速将自己变成夏烈，才有了后来的事情。虽然百里凤至确实谨慎，一直存有疑心，不断试探我，但也算是有惊无险，总算是达成了计划。而接下来就该使用万灵炼血玉了。随即我将万灵炼血玉放在已准备好的干净大碗中，再将水囊中百里凤至的精血缓缓倒入这碗内。方才要来百里凤至的一半精血，自然是为了血祭这块万灵炼血玉。而当百里凤至的精血接触到万灵炼血玉的刹那，原本纯净洁白纤尘不染的玉佩便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百里凤至的精血，直到精血消耗了超过90%半，血祭才刚好完成。我嘴角微微翘起，指尖摩挲着这猩红的玉佩，眼神之中有些不同以往的色彩。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有些陌生，原本在心中向往的修行界乃是快意恩仇仙气飘飘的世界，但事实却是如此相悖。不过我转头看向了床上的夏红烈，轻声道：“夏红烈殿下，之前在那山洞时你说这世上多的是比我尊贵的人，在有些人的眼中，我不过是可以随意宰割的牲畜是吗？”我指尖轻轻一敲手中的鲜红色玉佩，意念所及，玉佩中央立即浮现一道漩涡，并且开始缓缓转动起来。与此同时，屋内也仿佛真的出现了一个无形的漩涡，而漩涡的底端尽头就是我指尖的玉佩。我的回答是：那就让我来成为最尊贵的那批人吧。我缓缓眯起眼睛，试着将这已经催动的万灵炼血玉贴在了夏红烈的胸口。下一刻，夏红烈的眼神骤然变得惊恐无比，但却无法挣扎丝毫。他只能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吸力正在源源不断地从他体内抽离着某些东西，不只是鲜血，还有更深层次的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看来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我任由着玉佩稀释着夏红烈的血脉神意，随意道：“我本来没想过当什么人上人，只是想平平淡淡的生活而已。”苏子秋也是这么想的，但这世道似乎不肯放过我们，即使是老酒鬼，也终究有无力改变的时候。不过今后就不用担心了。我看着夏红烈轻声道：“你的皇子身份就由我来接手吧，但不是皇子夏红烈，而是我本人。我可不想顶着你这张恶心可恨的面容活一辈子，懂吗？”当然，我心中还有一个真正的理由没说，即我对众生香的隐藏能力也没有绝对的自信。天下间必然存在能够看透众生香的修行者，否则他就不会是无想及秘密。如果我伪装成皇子被皇族找到之后，皇族的修行强者发现我并不是夏红烈，而是林月，不是夏红烈却又身怀皇族血脉，那我的结局如何不用多说。但只要以百里凤至设局为理由，让世人认为夏烈只是用来替林月挡灾的假皇子，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保护掩藏林月这位真正的皇子，那么在世人看来，林月本身就会是真正的皇子。至于凡人的过往，则可以说是用来掩饰而伪造的。恰好我是孤儿，连父亲是谁都不知，
也就无需使用众生相隐藏了。这是我琢磨了许久才想到的唯一能够长久解决困境的方法。即使还有一些破绽，但大体上还是没问题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躺在床上的夏红烈此时也变得越来越枯瘦，皮肤也失去了光泽，变得有些干瘪。夏红烈神情恍惚，眼神也愈发黯淡，而他脑海中则是如同走马灯一般，逐渐回想起了过往经历的种种，一张张面孔不断在心中浮现幻灭。最后他记起来的不是那个早早抛弃他离开大庸的母亲，也不是夏府那些所谓的家人，而是那个曾经偷偷给他送吃食的小丫鬟。那张分给他一半的凉烧饼，是他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东西。一时间甜蜜酸涩苦楚，种种滋味涌上心头。我也只是想要一点平淡的幸福而已。当皇子有什么好的？只要他陪着我，我宁可当一辈子凡夫俗子。夏烈默默地想着，眼角已然彻底湿了，终究还是缓缓合上了愈发沉重的眼皮。下一刻，他体内的最后一道血脉之源被万灵炼血玉彻底抽了出来，连同他的魂魄一起，他死了。夏红氏皇子夏红烈就此悄无声息地消失于世间，而杀人者不过以草芥之名。在这一刻，我手中的万灵炼血玉啪的一声化为了粉碎虚无，只剩下一滴犹如泪水般晶莹的血珠。刹那间，这一滴血珠没入我的眉心之中，温暖如母胎出生般的力量笼罩着我，源源不绝的涌出，褪去旧命，恍若新生。不知过了多久，那温暖如母胎孕育般的奇妙力量终于消耗殆尽。我福至心灵一般重新睁开了双眼，眼前的世界与过去并无不同，但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了。从草芥之身一跃成了天下间最尊贵的神皇子嗣，这已经堪称是最夸张的阶级跨越了。只是我忽然想起那个8响级秘密，不由得深吸一口气，心中有些沉甸甸的。这皇子恐怕也不是那么好当的，甚至可以预见到未来将会出现何等混乱的局面。而夏红氏的未来究竟如何，我也完全无法预料。总之，还是尽快修炼自保吧。不过在那之前，我先是拿起小刀在掌心划了一道伤口，然后仅数息过后，伤口便已肉眼可见的愈合了。这就是夏红烈的先天神通，比常人快上千百倍的恢复速度。方才夏红烈的血脉被完全炼化之后，我就收到了一道源于血脉最深处关于这先天神通的信息。那信息告诉我，这先天神通源自神皇陛下所炼的神通之一，名为九死无我，可以理解为即使是受到了九死一生的重创，自身也不在那九死之中，依然能寻到那一线生机。故而只要不是致命伤，哪怕是断手断脚一样能再生出来。不过根据那道讯息来看，九死无我似乎还有另一种理解，那涉及到了这门神通真正强大之处，但并未明说，只是提示代价可能很大，最好一次都别发动。我有些好奇，留下这讯息的是神皇吗？不过既然都留下讯息了，那为何又不明说？我摇头不再多想，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按照之前得到的那个2响级秘密来看，天下间只有7条路能够打破所有的天关，其中潜力最大的那条路，唯有夏红氏血脉觉醒之后才能修行。因此，如何走上夏红氏血脉独有的修行路，得找机会问问百里凤至才行。然后我转头看向床上夏红烈的尸体，准备提着他出去，但却是忽然一愣。此时他浑身都是皱纹，干瘪枯瘦，就像是体内失去了血肉，十分诡异。最重要的是，我见过这种状态，就在那山洞的洞府门前，身为洞府主人的那具男性尸骸就是眼前的状态，只是经历数十年，岁月看上去更腐朽一些罢了。难道说那洞府主人也是被万灵炼血玉吸干了？谁做的？难道是用剑将他钉死的那名女子？我认主万灵炼血玉的时候，从那低沉声音的讯息中得知，万灵炼血玉是有2块的，我只得到1块，因此另1块估计是被人用了。不过我又很快想到，应该不是那女骷髅，因为万灵炼血玉只能给凡俗使用，那女子的剑那般厉害，还能将洞府主人钉死在山洞内，绝不可能是凡俗之人。所以说，难道当时还有第3人在场？若果真有的话，从时间上来看，对方应该是数十年前崛起的某个修行者。想到这里，我微微摇头，不再多想。现在想这些也没什么意义，转而再次将众生像盖在夏烈脸上，然后将其提起走向屋外。屋外此时百里凤至已经将院门关上了，院内只有他一人在，只是此时他看起来很疲惫虚弱。然后下一秒，百里凤至就看到一人从屋内走了出来，赫然是林月，其手中还提着一具干瘪枯瘦的尸体。仔细一看，面容赫然也是林月本人。从气息来感知，这尸体残余的生机虽然正在不断消散，但气息确实是林月。而迎面走来的林月也是一模一样的气息。百里凤至看了一眼，当即拱手道：“殿下，您的先天神通确实远胜于寻常变化之术，不光是外形，就连气息都一模一样，当真不可思议。”此时他心中虽然还保留一丝质疑，但基本已经是相信了。我只是似笑非笑问他：“你那可有方便焚烧的符或者其他东西吗？”百里凤至沉吟了一下，将一个小瓶递给了我。这燃火粉遇水则燃，将这些粉末撒下，再倒上少许清水，即可用于焚烧。我点头表示，我准备把这林月的家烧了，
正好把他和那女人的尸体一起烧掉，避免留下什么痕迹，将来成为破绽。随后我转身走进屋内，随手将夏红烈的尸体扔回床上，然后打开柜子，翻出了一个包裹，又来到床边，从床下摸出了2个檀木做的骨灰盒。一个骨灰盒上刻着林建禄的名字，另一个骨灰盒上则是什么都没有刻。林建禄是我母亲的名讳，母亲将我从小拉扯大，大约是7、8年前去世的。而涂道长也是在那时来了清都道院，而无名的骨灰盒内则是装着真正的苏子秋的骨灰。那一日，我跪在老酒鬼的面前，求他出手救苏子秋，但老酒鬼用了最好的灵丹，却也无力回天。而我看着苏子秋的尸体想了很久很久，复仇计划也在那时想好了。之后我给苏子秋的尸身用了众生相，这才拉去焚烧，并未让任何人知晓苏子秋已死。后来就是在风和别院伪装女人靠近夏烈，再伪装成夏烈给那谨慎的午休护卫下药，以及处理尸体之类的小事了。这一路走来，我的心态、性格、身份都有了巨大的变化。短短3个月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陌生了。我轻声叹了口气，将这2个骨灰盒塞进了包裹，然后又将装有火凤之血的琉璃匣以及那破旧的玄青色蒲团也全都塞进了包裹内。最后拿起装有燃火粉的小瓶子，在夏红烈的尸体以及周围陆续泼洒着，直到几乎将1瓶燃火粉都用光，这才停下来。随即我拿起一杯茶水，虽说你也是一可怜人，但你的所作所为也算是对得起你的结局。我拿着茶杯缓缓退后几步，轻轻将茶水泼在了夏红烈的尸体上，只听嗤的一声，茶水落到了夏红烈尸体上的燃火粉之中，顿时有熊熊烈焰燃烧了起来，并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壮大跳动。敬你一杯，人走茶凉。看着火势已经燃起，我又等待了数息，这才拿起桌上的血莲灯，迅速扭动莲台，将结界缩到最小范围，仅仅能覆盖住包裹的程度后，才将血莲灯塞入包裹内。最后转身走出了这间住了1年多的屋舍，一切过往终将在熊熊烈火中焚烧殆尽，唯有我心中还记得这一切。结束了，现在就只剩下百里凤至了，只要将他也把持住，暂时就没什么威胁了，还能化解今后有可能出现的破绽。院外百里凤至见林月出来，当即拱手依礼道：现在刑狱之中正关着一位神霄派弃徒，想来他就是当初在道院威胁您那护卫之人，或许林月的奇药宝物也是他提供的，应该怎么处置他？可要杀了？我微微皱眉，瞥了一眼他手中的隔音符，这才冷哼道：你是不是疯了？我现在是林月，按你说的那人与林月显然关系极好，你居然要杀他？若是被人知道我林月杀了他，岂不是明显的破绽吗？百里凤至就像是才想明白的说道：是自己想的简单了，我知道他还在试探，只是这次试探不知情的夏烈是不该察觉的，所以他才敢再次试探。先给我找个地方休息吧。我略显疲倦的打了个哈欠说道：正好我现在血脉觉醒了，给我好好说说皇族修炼上的事情。